更有趣的是 ，AMD 跟 Meta 合作的这个细节，为了这份合约哦 ，AMD 发行了最多 1.6 亿股的这个认股权证给 Meta， 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这两家公司已经彻底绑在一起了。Meta 买越多的 AMD 晶片，帮助 AMD 完善软体生态系 ，AMD 赚大钱，股价上涨。Meta 也能透过这个认股权证赚取丰厚的股票回报。而这个认股权证最终的行使价设在哪里？设在了每股$600。$600呢？你知道现在 AMD 的股价是多少吗？我刚看了一下 ，AMD 的股价$284，也就是 Meta 未来愿意用$600跟这个 AMD 换一股，也就代表着这个 AMD 一定会翻倍，也直接成了这个市场对 AMD 未来股价的这个靶心目标。Hello， 各位，是阿伟的投资日记，我是阿伟。现在拍摄时间是4月22号周三的上午6点半。如果你最近有在关注科技股或是 AI 产业那你绝对不可能没听过这家公司，就是 AMD， 就是超微半导体。在不久之前 ，AMD 的股价创下历史新高，市场为之疯狂。为什么？因为他们接连抛出了2颗震撼弹，他们与 AI 界的2大巨头 OpenAI 和 Meta 分别签下高达6GW 算力的超级 AI 晶片合约。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的概念吗？这代表数百亿美元的营收，以及 AMD 正式在 AI 基础的最核心领域，向老大哥 NVIDIA 辉达发起了最猛烈的挑战。今天我就为各位做一集 AMD 的深度解析，这支影片内容会非常扎实，我会带大家从 AMD 的基本面看起，聊他们如何在 CPU 市场上扮演这个逆袭的角色，深入剖析他们最新的 AI 晶片 MI450， 以及与 Meta 跟 OpenAI 的世纪大合约。最后，我会带大家看看这些分析师的观点。在这场 AI 大战当中呢 ，NVIDIA 就像是跑得很快的兔子，但 AMD 像什么？像是稳扎稳打的乌龟。这样龟兔赛跑，到底谁能够笑到最后 ？AMD 真的有上看$600的实力吗？如果大家已经准备好，那要先帮这支影片按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如果你准备好，那我们就开始了。在进入 AI 的深水区之前，我们先得认识一下现在的 AMD。很多人对 AMD 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组装电脑的时候跟 Intel 竞争处理器的品牌，或者说做 Radeon 显卡跟 NVIDIA 竞争的公司。但今天的 AMD 早已经是横跨多个领域的运算巨头。目前 AMD 营收主要分为4大板块，第一大板块就是资料中心 Data Center。这也是现在市场最关注、成长最猛烈的板块，包含了我们常听到的什么 EPYC 伺服器 CPU， 以及用来训练和运行 AI 模型的 Instinct 系列的 GPU， 例如什么 MI300， 以及即将推出的 MI450。在2025的第4季，这个部门的营收创下了5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年成长高达了 39%。那第二就是客户端 Client， 也就是大家最熟悉 PC 和笔电处理器的那个市场。AMD 的 Ryzen 系列处理器在这里扮演了极佳出色的表现。尽管整个 PC 市场的大环境不见得非常好，但 AMD 靠了强大的效能，还有 AI PC 的布局，像是 Ryzen AI 400系列，在2025年的第4季依然缴出了30亿美元的亮眼成绩。那第三就是游戏 Gaming， 这包含我们买的独立显卡，还有非常重要一块就是半客制化的晶片，你知道吗 ？Sony 的 PlayStation 5。还有这个微软的 Xbox 里面跳动的心脏，其实都是 AMD 他们家的晶片。不过目前因为主机周期已经进入了晚期，这部分预计在2026年会面临到双位数的衰退，直到下一代的主机再推出。那第4个就是嵌入式 Embedded， 这是 AMD 收购银思这家公司之后强化的领域，主要应用在航太、汽车、工业和通讯网络等。虽然占比是相对的小，但这个部分的毛利是相当高的，而且设计的周期很长，订单也非常稳定。了解了这4大板块，你就会发现 AMD 现在是一家什么运算都能做的公司，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接下来这个 AI 时代，客户需要往往不是单一的一个晶片，而是从 CPU、GPU 到网络架构的完整解决方案。而这个正是 AMD 现在这个执行长苏姿丰手上最强的王牌。说到 AI， 大家脑中第一个浮现的绝对是 GPU， 但是 AMD 却在近期的财报会议上告诉大家一个惊人的事实，他们的 CPU 业务简直是卖到着火了。
为什么 AI 时代 CPU 需求反而暴增？他们执行长也亲自的解释了这个现象，因为现在的 AI 已经发展到了另一个新的阶段，叫做什么？叫做 Agentic AI， 就是代理的 AI。什么是代理 AI？ 以前我们用的 AI 就是问 ChatGPT 一个问题，它会给你一个答案。但未来的 AI 是你的数位员工。假设你一家公司有1万名的员工呢，他们导入了这个 AI 代理，等于多出了1万个看不见的员工，在背景帮你排程啊、发信件、整理报表、串接资料库，繁琐的日常企业工作流程、资料库的读取和系统的协调 ，GPU 是做不来的。这全部都要靠高效能的这个 CPU 来处理。这就是为什么各大企业在疯狂建立 AI 基础设施的时候，他们赫然发现，天哪，我们其实也要买超多的 CPU 来搭配 GPU。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这个是 AMD 和 Intel 这家公司在 Server X86 CPU Market 的这个市场份额，可以看到 AMD 根本就是直接追上去。目前 AMD 的市占也差不多快要到30%了，那 Intel 大概占70%左右，而这个正是 AMD 的绝对主场。因为他们的 Epic 系列的 CPU， 例如第4代的 Genoa， 还有第5代这个 Turin， 在效能还有总体拥有成本上，已经把竞争对手 Intel 打得节节败退。在2025年年底 ，AMD 的伺服器 CPU 的营收市占已经突破了 41%。今年下半年AMD 还要推出采用台积电2奈米制成的这个全新第6代架构 Venice。据说所有的大客户都要排队等着要，因为在电力极度珍贵的资料中心里面，谁能提供最好的每瓦效能，谁就是王者。光是这波 CPU 的需求激增，配合 AMD 近期处理器涨价的策略，分析师预估今年 AMD CPU 营收就有望暴增将近60亿美元，这可是隐藏在 AI 光环下的一个超大商机。当然，我们不能不谈 AI 晶片。过去1年 ，AMD 靠着 MI300 还有 MI350 系列，成功从 NVIDIA 手中抢下了一部分的市场。但真正的杀手锏是预计在2026年下半年推出的这个 MI450 系列，以及全新的 Helios 机架级平台。这个机架级平台这个词，大家可能没有听过。以前 AMD 主要卖的是晶片给客户，但客户自己再去找组装厂拼成这个伺服器。但在 AI 时代，这已经行不通了。像 NVIDIA 这个 GB200。NVL72， 人家是直接卖一整座比衣柜还大这个伺服器的机柜给你，里面就已经包含什么 GPU、CPU、水冷散热、NVLink 网络交换器，全部都帮你打包好。为了不让 NVIDIA 这么爽 ，AMD 花了重金收购了这个伺服器制造商 ZT Systems。现在 AMD 的 Helios 系统就是要直接挑战 NVIDIA， 他们不只在卖晶片，而是卖一整个整合好的这个机柜。而这不仅能够大幅提高 AMD 的这个毛利率，更重要的是什么？他们帮客户达到这个 time to workload， 也就是最快将这个系统投入运算的这个时间。为了补足这个网络连接的弱点 ，AMD 也积极的跟这个 HPE、惠宇科技等 OEM 厂商合作，采用 Juniper 的以太网络交换器。他们不走 NVIDIA 封闭的那个专有规格，而是拥抱开放标准，为客户提供更具弹性和成本效益的这个选择。有了强大的武器 MI450，AMD 接下来需要就是愿意买单的大客户，而他们一出手就震惊了这个全世界。在过去几个月 ，AMD 先是拿下了 OpenAI， 接着又与 Meta 签订了这个扩大战略合作的这个超级合约。这2份合约的规模都是惊人的5年6GW 算力部署。大家可能对这个 GW 没什么概念，1GW 大概就等于这个10亿瓦特。目前全球最大的核能发电厂之一，总发电量大约是几个 GW， 也就意味着 Meta 跟 OpenAI 未来几年将会买下多到数座发电厂，专门供电的这个 AMD 的 GPU。据他们这个财务长透露，1GW 就能为 AMD 带来这个双位数的100亿美元营收，这是一笔总值可能高达数百亿甚至上千亿美元的超级大单啊！更有趣的是 ，AMD 跟 Meta 合作的这个细节，为了这份合约AMD 发行了最多 1.6 亿股的这个认股权证给 Meta， 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这2家公司已经彻底绑在一起了。Meta 买越多的 AMD 晶片，帮助 AMD 完善软体生态系 ，AMD 赚大钱，股价上涨 ，Meta 也能透过这个认股权证赚取丰厚的股票回报。而这个认股权证最终的行使价设在哪里？设在了每股600美元。600美元呢？你知道现在 AMD 的股价是多少吗？我刚看了一下 AMD 的股价284美金，也就是 Meta 未来愿意用600元跟这个 AMD 换1股，
也就代表着这个 AMD 一定会翻倍，也直接成了这个市场对 AMD 未来股价的这个靶心目标。此外 ，AMD 并不是拿这个标准版这个 MI450给 Meta， 他们是利用自己最自豪这个小晶片的这个封装技术，特别针对 Meta 这个工作负载，特制化了一款基于 MI450 架构的这个 GPU， 这样 Meta 可以获得这个最精准的效能，同时又不需要像开发全客制化 ASIC 那样耗费漫长的时间。这招真的是打得非常漂亮。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 ，AMD 这么猛，难道 NVIDIA 就要原地踏步吗？当然不是。有分析师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他把这两家这个巨头的竞争比喻叫像是一场这个龟兔赛跑。NVIDIA 就像是兔子，它跑得飞快，现在已经将产品更新周期缩短到了大概12个月，从 Blackwell 到接下来的这个 Ruby。NVIDIA 拥有这个最强的效能。它像是什么？像是黄金牢笼，把客户牢牢的锁定在CUDA这个软体生态系里面。想要得到最顶尖的 AI 训练，那你别无选择，就是来买我们 NVIDIA 这个昂贵的系统。但这也带来了不少风险。云端的这些巨头为了买 NVIDIA 晶片，资本支出已经狂飙，债务攀升，而且新产品出得太快，客户可能都会犹豫，我到底要买这一代，还是等下一代再买？因为迭代速度已经太快了。而 AMD 它就像是乌龟，他们或许在绝对的这个最尖端的效能上落后 NVIDIA 一点点，但 AMD 走的是另一条路，开放与高性价比。AMD 的这个 ROCm 这个软体平台主打开源，它不绑死客户。对于那些受够了 NVIDIA 昂贵价格和封闭系统的企业来说 ，AMD 简直就是救星。在 AI 的这个推论市场，也就是实际应用 AI 的阶段，成本控制非常重要。AMD 提供同样强大的这个记忆体品关，但总体拥有成本更低。兔子 NVIDIA 在山顶服务那些不缺钱的顶级玩家，而乌龟 AMD 在山下稳稳的吃下广大企业，刺激云端供应商以及想要分散风险的云端巨头们的庞大订单。这是走着一条稍微慢一点，但却非常长远而且可持续的一条道路。好，现在我们到 Thinking Alpha 上面看一下 AMD 的表现。AMD 这支股票目前的价格是在$303.46，今年是已经涨了251.8%。那今年迄今为止是已经涨了41.7%。这家公司目前的市值大概在463.82 billion，forward 的 EPS 大概是6.7，forward 的本益比大概是42.43倍。好，那我们看一下它财务报表的部分。好，我们先看损益表。损益表可以先看收入的状况，是从2024年6月就逐渐往上攀升，2024的12月到2025的这个6月是有一点小停滞，到2025的9月呢，跟2025的年底营收又喷上来，喷到9200跟10270。好，那我们具体观察一下它的毛利率和营业利率的部分，毛利率大多数都维持在大概57%，只有这个2025的这个6月有掉到43%。目前毛利率是创新高哦，56.84% 是创新高的，所以这家公司卖的商品或服务都进行结构性的转型。可以看一下在 operating income 的部分，营业利率以前是波动比较大，4%、10%、13%、10%，但在2025的这个6月有些掉到负的，是有亏钱一季的，是亏了1.28%。2025的9月是13.74%，到现在2025的12月直接创新高是17.06%，这是这家公司目前的状况。好，那再往下看，如果我们看这个 earning from operation， 可以看到从2024年底到现在是一直持续向上攀升的状况下，到目前是15.77%。好，那 net income 6%、9%、11%、13%、14%都是逐渐垫高，所以这家公司有没有双引擎？是有双引擎的。哪个双引擎？第一个双引擎就是营业收入的增长。那第二颗引擎就是营业利率逐步垫高，这种公司双引擎股价就会成长的非常的可怕。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可以看到美股的收入也是逐步在垫高的。稀释的 EPS 从 0.29、0.44、0.53、0.75到 0.92， 也是逐季增加。EBITDA 从1812、1548、659、2024到2503，这一季也是创新高，也是逐步的在垫高。这2025的6月这一季是表现比较不好的。这个是损益表的状况，那这样我们看一下现金流量表。好，可以看一下营运现金活动，这家公司营运现金的活动很健康，都是正的。只有这个2025的3月这一季是稍微有掉到939，不然目前都是维持在2000以上。那如果是投资现金活动的话，可以看到第一个这个资本支出呢，目前大概都维持在大概200到250之间，然后
投资活动现金流的话，大概是-1000到-1500，有到-2000。这一季投资比较大。这个在2025的6月这一季呢，它有一个 cash acquisitions，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可以看一下，它指的是这家公司有收购其他公司或者收购其他公司的业务，所以呢，这里有花比较多的现金，所以这一季的这个投资现金活动有到2298，然后目前呢是大概维持在大概1500的部分。然后看一下这个融资现金活动的话呢，一样可以看到，它在这一季的前一季，在2025的3月，它有先去发债，发了一个长债1494跟短债947，然后在下一季这里有先偿还950，所以融资现金活动目前都是逐步的在下降，就是慢慢从外部输入的现金是比较变少，之前有借钱有还钱，然后目前是328跟450。好，那可以看这个净现金的变化的话，是在这一季有现金的流出，其他季基本上目前都还是现金的流入，稳定的现金流入。好，那我们继续再看一下其他项目的话，有自由现金活动的话，这一季是601，现在是-521到1564到304，所以它的那个自由现金流量基本上乘以2，QQ 大概是100%，就是成长了这个自由现金流量。如果是 free cash flow per share 的话呢，也是逐步的垫高0.45、1.07、1.17到1.16，所以这样公司的这个现金能力呢，也是非常的健康的。那我们再看一下损益表，现金跟短期投资大概都占了大概7%、10%、9%、13%，然后那个 total receivable 大概是占到8%左右，所以这个流动资产呢，大概是在30%到35%这个附近，也逐步在垫高。那看一下流动负债的话呢，流动负债的话大概是10%到13%左右，而这一季有跳到15%，所以大概10%到15%左右，所以这个流动资产是大于流动负债，所以这家公司的流动性是没有问题的。那可以具体看一下这个其他项目的部分的话，可以看到每股的现金3.74、2.74、2.95、3.4也是非常健康。然后这个流通在外股数的话，大概都是维持在1630左右，对，是蛮稳定的。好，那我们具体再看一下这家公司在 Thinking Alpha 上面它的 rating 的表现。可以先看到这里，它 Quant Ranking 目前呢，它 sector 是在这个 IT 这个产业，那 industry 是在这个半导体。那在这个 sector 的话，它是529家公司中排第27名。那如果是这个 industry 的话，它是69家排第9名。那它的这个 Factor Grace 表现的话 ，valuation 是比较差的，就是6个月前、3个月前到现在，所以是 D 加到 D 到 D 加。那成长性的话呢，从 A 加到 A 减到 A， 那获利能力是从 A 到 A 加。那 momentum 的话是 A 到 A 减。那 Reflection 是 C 加到 C 到 B 减，这家公司这个 rating 表现的状况。那我们具体来一个一个看。Valuation 的话呢，可以先看到它 PE non-GAAP forward 的话是42.43，但它的同行中位数大概在多少？在23.7%，所以是比它同行高出了大概78.44%。那如果你把那个成长性考虑进去的话呢，它的 PE non-GAAP forward 的话是1，那同行中位数大概是 1.45，所以大概是比它同行中位数低了31.33。那再看一下 EV 除以 EBITDA 的 forward 的话，它是39.75，那同行大概是14.12，所以也是蛮高的，多了181.56%。所以这家公司呢，它整个估值下来呢，我觉得是有一点偏高，是有点偏贵的。但可以看一下成长，那成长的话呢，就是直接吊打同行了。这个 revenue growth YOY 的话是大概34%，同行收入大概9.58%。如果是 forward 的话呢，它会甚至还提高到38.16%，那同行大概只有10.66%，都是碾压它的同行的。那如果是 EBITDA forward 的话是62.15%，它同行只有15.75%，是这个多了大概294.51%。再看一下 EPS 成长 forward 的话呢是49.13，每年49.13的成长还是相当的可怕。同行收入大概只有15.32，直接比同行呢多了大概220.74%。那如果是3到5年的这个 EPS 复合增长率呢，就是大概是42.63，这个是很可怕，维持42.63的增速相当可怕。它同行收入大概只有16%，是多了165.65%。那自由现金流量也是成长的很诡，就是大概31%。好，这边大家可以再看一下，这个成长性一字排下来都是 A 等级的。那再看一下获利能力的话呢，这家公司表现是在 A 加
A 加，毛利率是 12.49%， 同行中位数大概是 50%。那如果是 EBITDA margin 的话是 19.47%， 同行中位数是 11.21%。如果是 Net Income 12.51%， 同行中位数是 5.26%。如果是自由现金流量呢 13.24%， 同行是 11.09%， 所以都比同行好，都比同行好。这边一字排开大概都是在 B 左右，都是比同行好的。那如果是 Return on Common Equity， 这个是 ROE 的话是 7%， 也是比同行多一点。比较厉害的就是这个 Cash from Operations， 这个营运现金流量，营运现金流量是 7.71 billion， 同行中位数大概只有148 million， 所以它是很会赚现金的一家公司啊。Cash per share 也是很高，维持在一个很高现金的水位。所以这家公司真的是目前手上还是非常多的钱，而且赚现金的能力呢也是非常的强。那我们再看一下 Momentum 的话呢，这家公司3、6、9、12月表现都是比同行还好的，所以也是拿到 A 减这个分数。那我们最后再看一下这个 Revision 分析师对这家公司的看法的话，在 EPS 的话，28个分析师会上调它的 EPS，13个分析师会下调它的 EPS。那如果是 Revenue 的话呢，37个分析师呢上调，那4个分析师下调。那可以注意一下，就是这家公司上一次的这个 earning 的表现呢，都是打破分析师的预期的。你看 EPS 开出来是 1.53， 打破分析师的预期 2.21， 在2026的2月3号公布的。如果是 revenue 的话，实际是 10.27， 也是打破分析师的预期多了大概600 million。那下一次的这个 earning 在什么时候呢？也快了，在2026年的5月5号。那预估的这个 EPS 大概是在 1.28， 那预估的这个 revenue 是在9.87， 那我们继续就来看一下这个时候会不会打破分析师的预期呢？好，那这个就是 Thinking Alpha 部分，地表最强的技术分析网站，你有用过吗？TradingView 是我进入投资和交易领域以来一直在使用的技术分析网站，尤其是它这个超级图表的功能，绝对可以满足你在交易上所有看盘的需求。如果你还不懂 TradingView 的话，可以点击这一支影片，里面我有详细介绍 TradingView 的所有功能。我也建议各位跟我一样一起升级到这个 Essential。升级到 Essential， 你可以有更多的指标可以设置，有更多的快讯可以设置，观察列表可以设定更多不同的商品。如果你要升级的话，也别忘了使用我的专属连结订阅 Essential， 只要$15，用我的专属连结，我直接再送你$15，让你再订阅1个月，还不赶快把握优惠？好，那我们到 TradingView 来看一下这个 AMD 的表现。可以先看到现在这个位置直接已经创新高了。这家公司在什么时候？在这里，在这里，它的2025的7月25号，这家公司的200日 A 翻正了。对啊，这家公司从这里呢开始进入了多头，而且这个时间点也差不多是创250日新高。然后接下来这个股价就往上喷，到这里有先修正到20跟60，然后再重新交叉，再往上喷。这边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要交叉而没有交叉。这个 ENA 白色虚线跟黄色虚线是没有交叉，所以这种股价会大喷，然后喷上去呢，然后现在又回落到这里，然后就开始整理，整理了蛮久，整理了多久？从这里大概是2025的10月到现在2026的大概4月，所以是已经整理这个半年了。最后终于现在是刚喷出去。有意思的呢，你可以看一下，我说从这里它的那个200日 ENA 的涨幅翻正了嘛，然后它接下来就是一直打到这200日 ENA 打到，然后这里200日 ENA 也都打到，然后这里200日 ENA 也打到，这里200日 ENA 也打到，就是跌不破200日 ENA， 所以就是在这边就一直有买盘介入，这个200日 ENA 非常强。那时候我的直播应该有跟各位说，这里好像可以加码，这边好像有点跌不下去的感觉。然后现在可以观察一下它的抵扣价，120 A 抵扣价在这里，60 A 抵扣价在这里。未来都会怎么样？都会往下掉。那一个向下的抵扣价，跟一个创新高的股价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会把这个股价往上推升。因为向下的抵扣价呢，这个120 A 跟60 A 的这个斜率就会开始拐头向上的这个斜率变得更强，那也就会相对会把股价推高。那现在适不适合去追 AMD 呢？觉得才刚创新高一点点是还蛮值得追的。如果有回撤一点点的话呢，我觉得有接近20 A 也都可以加仓。所以这个是 AMD 目前那个股价表现的状况是非常好的一个介入点位。所以这边也完成了什么？也完成这个20 A 跟60 A 的，还有20 A 跟60 ENA 的双交叉。前面这个是 ENA 的交叉，后面这个是 ENA 的交叉。所以现在呢，正是代表什么？代表就是这个 AMD 已经走入了这个多头的刚开始而已。所以现在
要是股价有回落的话，大家都要把握机会。最后，我们来聊聊财务与风险。基于这些大单呢，分析师给出了极度乐观的这个预测，有机构甚至预估到了2027年 ，AMD 的营收可能会冲上767亿美元，每股盈余 EPS 达到13.23美元。如果给予40到50倍的本益比，股价上看600美元，绝对不是梦。这也刚好符合 Meta 认股权证的最高行使下，管理层自己也定下这个长期 EPS 超过20美元这个宏大目标。并预期资料中心业务未来3到5年的这个年复合成长率超过60%，但投资永远有风险，我们必须客观的看 AMD 目前的隐忧。第一个是下半年的执行力，所有的利多，所有的超级大单都要等到2026年的下半年 MI450 开始出货的时候才能兑现。AMD 现在这个研发和扩张团队营运费用已经疯狂的攀升，如果下半年的出货出现了延迟，获利就会受到严重的打击。那第二个就是 HBM4 的记忆体供应 ，AI 晶片极度依赖高频宽的记忆体 HBM。虽然 AMD 已经找上了三星来协助他们生产这个 HBM4，以避免海力士的产能瓶颈，但供应链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会成为绊脚石。那第三个就是地缘政治与竞争，中国市场的出口管制仍然是不确定的因素。除了 NVIDIA 之外，像 Google、Amazon 等这些云端巨头自己研发这个 AI 晶片，也在快速成长，未来可能也会侵蚀到部分的市场。总结来说 ，AMD 已经从过去的 CPU 市场苦苦追赶 Intel 的挑战者，华丽转身成为现在 AI 时代与 NVIDIA 掰手腕的超级巨头。从 ATIC 伺服器 CPU 的强劲现金流，到 MI450 和那个 Helios 机架系统的全面升级。再要紧紧绑定 Meta 与 OpenAI 的历史级大单，这只名叫 AMD 的乌龟，现在不仅背着坚硬的装甲，还装上了火箭推进器。2026年的下半年将是验证 AMD 能否真正起飞的关键时刻。如果你是一个看好 AI 长期发展，且喜欢分散风险、寻找性价比成长股的投资人， AMD 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标的。今天就是超长篇的深度解析就到这边整理这些资料真的花了我蛮多时间，也看了蛮多分析师的文章。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请拜托一定要按赞、订阅、分享。各位也不要忘了，我2026年就是 Stephen Krassis 那个组合，他也是有选到 AMD 这家公司的。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这场龟兔赛跑，你压住 NVIDIA 还是 AMD 呢？好了，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我们下一集再见。江南银行又来了，还不是江南银行的客户，第二季你只要开户累积消费满5000，或是不限金额刷5笔，就直接送你一个行李箱。我报你好康，也不要忘记用我的专属推荐码8CGZSH。开户完也不要忘了去解带你一起富起来的活动。新手开户礼200现金，理财测验礼100现金，会员加码礼100现金。想要了解江南银行第二季完整权益的，赶快去找这一部影片来看。